这个月的快递之星依旧是独占鳌头的杭州杯。我总共送出过50多万件快递，获得过100多次标兵。口号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，我存了19万块钱。但就在今天早上，我对我的老板说出了那句话：我要辞职。秀明啊，说什么呢？昨天不刚给你结了工资吗？哦，我今天不要你工资，明天我就回老家做乡村快递了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只要站在风口，猪都能飞起来。为什么把自己头像贴上面？不好吗？这也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单，谁都不能阻碍我完美收官。魏新北，你公司怎么空了？问了半天才知道你在天台，下来签收一下。来，我不要了。你可以不要，但你一定得签，这是我最后一单，就当帮朋友一把。最后一单，你让开除了？你才被开了呢！我把老板开了，我要自己创业了。什么人都能创业啊？我之前一直以为，我们努力的改变世界，哪怕最后失败了，失败的也只是事儿，不是人。但我后来发现我错了，其实失败的就是我们自己。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我要记下来。失败的只是事儿，不是人。你真的觉得厉害啊？当然了，我这人从来不骗朋友。我就是你一客户，不算朋友。打这么多年交道，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朋友。我要走了，你呢？我也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啊？湖南、海南、云南，随便吗？云南，我也要回云南，我们一起吧。一起。朋友嘛，我们一起呗。其实你这种情况啊，哭一哭就好。我有个客户说过，不要去想能否成功，当你选择了远方，便风雨兼程便好。这话都用来骗傻子。远方除了远，可能什么都没有。我还有个客户说过，人不应该那么轻易的被打败，任何时候都应该站起来。当你被打败的次数多，你会发现，还是躺着舒服。这些年我很多顾客都回老家了，过得都很好。朋友圈的照片，他们都是笑脸。农村没有堵车，没有追尾，没有冷言语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一起唱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。那會怕有一天會天長。哎呀，一年一次的祭祖，别个我信不过，必须是我来。得罪一个人嘛，无所谓噻，道个歉嘛就可以了嘛。得罪祖宗，找个整法嘛。你先放心，我的腿脚好得很。哎呀，老实的乌鸦嘴，老讲话。快来，今天有鸡查神。
这是我们村长。啊不，打站了都打不了那么远。人家说就是边摸边搞嘛，有别个大城市绕过他。你打他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老是想打他，他咋个说噻？你打你儿子比打谁还狠，都是领导讲道理了。我们讲的是不用你管。哎，就是乱事，说那个死人做啥子？少军哥死了干？好多年了。当然说话没顶啥责任分。来，你也大伯家，大伯爱你评评理啊。你想回来到底是做哪呢？我回来是想创业呢，我就想在我们这里开个快递站。继续。喊啥子？老子还没打到你了吗？不是我喊的。不懂，做这种成绩要做9天才会好。你要是乱动合作牛，你就晓不得天地哪里了。我不干净了，我不干净了。我这脸好坏。乡亲们，安静一下！今天我们高升，那是个小小的意外，但是我们新城祖宗会晓得呢，所以呢，今年的茶叶照样大丰收。丰收有个卵用，还不是有得卖出？我们村的茶不是一直都不错吗？现在的普洱茶只有上年封了茶饼卖得出口，新茶卖不出口，我们只能做成水茶，拿到厂子里面去。所以说，拜祖宗不如拜老板了，他们才是真祖宗，他们才是真祖宗，他们才是真祖宗。哪个？这他都听得见啊！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，我就不想发火了。刚才那个话是哪个说呢？哎，我站起来。1年下来，平均1个月都不得500块。种茶那个想去种可种的了，去城里面帮庄一天还能有80块。滚蛋！那咋个不在网上卖？你光是看那个照片嘛，咋晓得是哪样味道嘛？来，乡亲们，站菜，安排啊！味道是不错，竞争严重只是一个方面。茶叶的主要消费人群是中老年，这些人用电商购物的本来就不多，再加上没有品牌支撑，肯定是不行的。又开始聊工作了。黄路村离这最近的快递站也要20公里，因为不方便，几乎没人网购。以前我在城里送快递，为了抢个客户，恨不得大打出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我们快递这行，客户就代表着财富。要是我在这里开了快递站，打通这最后的20公里，以黄路村为起点，辐射周边，以后中国有多少农民，我就有多少客户。我来这个垃圾发了，一群人农工大饭场。除了这几个，你看这里像不像一团蜜？就差一根吸管。不像，这儿像是一坨牛粪。你就算插根吸管，最多也是在搅屎。你先搞清楚一件事情，这里不是没有快递而没有网购需求，是因为没有网购需求，所以才没有快递。你别本末倒置了。刚吃饭的时候我都注意了，除了现在走这几个年轻人，村子里边就剩下老人跟小孩了。所以啊，留在村子里边的根本不是你的客户。
现在走这几个才是。所以我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啊。你是电商，我是快递员，咱俩门当户对呀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失败。所以你迫切需要一次成功。我需要的不是一次成功，我需要的是远离失败。走了。那咱们这事就定了。走。慢点，慢点。要不是医生跟我说要远离城市，我爬都要爬回去的。你眼睛好嘞，这牛舔还真管用啊！我查。这是我失眠的第23天，也是我来黄鹿村的第2天。我可能再也没办法睡着了。今天是我踏上创业征途的第1天。在北京的这些年，我想得很清楚，其实我离成功只差3步。第1步，兼并与收购。李少群死之前到底做了啥子伤天害理的事啊？多少钱？2块。我说的是你这家店。第2步，招兵买马。幸兵快递，3时随地，安全放心，一点到家。幸兵快递标准好，幸兵方面因我好。好。这个以前是邮递员，只要是有人的地方，我都去过。这个以前是剃头匠，凡是烟脑袋那地方我都去过。耶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我以前是跳大风的，只要有大风的都，哎呦哎呦，我这个好像说出来有点不合适。他们在山里跑了一辈子，熟记大道小路，烂熟于心。有他们的加入，将会极大的提高我们配送效率。怎么样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我的合伙人，开业第1天你不得讲点东西啊？我什么时候成你合伙人？大家鼓掌！他们年纪加起来都有1000来岁了吧？你指望他们？我担心不等他们把快递送走，快递就很有可能把他们先送走了。你这个人，你就都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嚣张什么？叔叔，给我个面子嘛！毛说那些，给他斩一手。还行吗？你这快递站，你没有网购，没有快递，你光有快递员不成立啊！我早就想到了解决的方法。网购教程：1个注册网名，2个下载支付软件。行，你这个我听着都觉得麻烦。我想了3天，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。我一句话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。我不信。你想网购吗？把钱给我，我帮你买。反正都是买东西，干嘛在意形式呢？你这是干的？看来这集市啊，才是你最大的对手。我们一起去会会这个对手。第3步，抢占市场。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我没办法想象，现在还有这么多人用这种落后的方式购物呢。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啊！啊？哎，你要买哪样东西，钱给我，我爱你买。用不着你澄清一遍。你搞清楚点儿，你来这儿不是卖东西的，你是来卖网购这种理念。哦，我懂了。哎，大家都听我讲，这些东西网上都可以买，上面的东西又便宜又好用。
不会网购没得关系，你们爱钱给我爱你们买。你好，进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。老板，电视机租赁多少钱啊？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，大家来我们这里看一下，我们哪都有，绝对是全场最低价，买着就是赚着，接着就会享用。哎，大家过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那个大姐，你来我们这里看一下，我们这里哪都有。电话给我给你打。有，168。有168。我买167。聚划算有活动，买一送一。168两个。你扯起捣乱啊！我还给有。有。看琵琶之女有没有？有，而且我们这边是先算命再给钱。有直升机没到？有。我们这里都有，你给要吗？没事，开个玩笑。你们还有哪需要哪？哎，我讲。最便宜的电视机吧。上面哪的电视机？哦，我打个电话打一下行了。你早点回来哦。你想要哪电视？我觉得你这个就挺好啊。当然，你这个大我也不介意，越便宜越好，越大越好。有这么这两个电视机，只要799，你可想要啊？来，我要2个电话。哎，收货地址可以哈，3天之后。骗子！下去吧，这个是骗子！不是在网上挨个买东西。虽然笨，也不知道讲什么大道理，但我分得清楚是非啊。你的方法绝对可行，至少效果不错。后来来打我们的人那么多，挤都挤不进来。明天我还要去。我劝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吧，这事儿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一步错步步错。你就算坚持下来，只会越错越多。我也做对事儿了。你做对什么事儿了？把你带回来。这是我创业到现在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要是成了，作为我的合伙人，绝对少不了你一份。我没答应当你合伙人啊。那你当老板，我当总经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最多给你当顾问。你放心，你很快成为合伙人。我说了我不当合伙人。老板，听说你们家有人卖便宜的东西不是？有。先交钱再发货，1点就到家。先交钱，1点到家。哦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那这样，你这单可以先收货，再给钱。是真的，说个双数干，快点来，是真的，快点，真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些，快点，是真的，快点，快点。一个大妈可带4个大妈入坑，如果大妈漂亮，可拉动3个大爷消费。1个集市就能带来这么多人，但同时会失去3个大妈，一对大爷大妈至少带俩小孩，俩小孩最低带来4个大爷大妈。续更多集市，费更多人打，就会有更多客户，我的身体还能刻个7、8字。快递平均每件1块5，周边一共12个村，假设每村有100个大妈，50个小孩网购，那快递费就是。我们现在几成几率啊？我要算一下，但反正不是0了。你来干嘛？你们误会我了，我只是看一下你们东西从哪来的。你走吧，我们不会卖给你的。别啊，来了就是客，我们肯定卖。
好重。对。打电话热点先开几杯。喂，假的，买个这个衣服比发丑嘛。这个衣服不合适，可是。不合适我爱你退的，我们这边不合适的东西都可以爱你退的，大家随便买，我们这边无理由保退货。彭浩明，哎，这快递收货地址怎么是后山啊？谁的呀？李少群啊。少群哥死到了干？好多年了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我是个病人啊。你别吓我。走哪儿啊？1点就到家，就算他死了，咱们也送他坟头上。走了，杨桃啊，看了吗？杨桃，听说李少全就死在这边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快递你放坟头跟烧的都一样，他都能收到。啊？对呀，这他妈还是个豆腐的。你去吧，你们村的鬼讲方言我听不懂，你烧。一起去。看到了吗？没看到。有人吗？送快递。小兵，为哪样大家都讲你死的了？5年前我回来看了茶树种咖啡，我爹就当我死的了。你还茶树砍了，你种这个啊？你呢？北京混不下去，滚回来的了？你才滚回来，我混得好得很。我回来是开公司赚大钱呢。张嘴闭嘴都是钱。我从北京回来就是为了远离你们这种人。今天一来俩，我和他可不是一种人啊。请。几点钟了还喝咖啡？不喝没得到了噻。到就到啊！你这咖啡真不错，预发酵会让咖啡更加醇厚。你懂咖啡？我花了3年的时间，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发酵方式，才找到这个风味。入口是热带水果的清爽果香，甘橙、梅子、橘子皮、杏子、野姜花，甘甜明显，果酸明亮，
混合了黑巧克力浓郁的香气，入口顺滑，层次丰富。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？有，尾韵带有点烤坚果、香草、焦糖的感觉，回甘不散。这么懂咖啡的人，我在黄鹿村没见过第二个。李少群，魏晋北。哎，那是我朋友，以前瓦塞芬你抢就算了，现在维国男的你还要抢？瓦塞芬是谁啊？我女朋友。你俩谁女朋友？这不重要，这很重要。算了，快递费不要你的了，新店开张多多捧场。你冒火了？不行，我自己有车。你在直隶搞快递，你成不了。滚！北熊常来啊！好嘞。10年了，嘴还是那么臭，怪不得别人都说他死了。有车自己送了不起啊！他的心我还非做不可了。各位乡亲，要交基建费了。姑姑土路就要变成水泥路了，自来水管通万家，复兴村寨人人有责，家家掏缺，滴水成河。家人民币的钱，要么留冰箱，要么留小猪，你想要？冰箱很好用，也可以，也可那点，我的小猪不能买。我要出去外边打工去了。爹，然后大的林子，搞大那么工啊，你要拿我要牛啊？我出去修饼可能会要吧。打电话叫小娃，那就回来用了。小娃比我们苦力多了。你发展那么好搞，给谁搞？我知道。那给你买来的，莹莹。不好用，用不习惯，不舒服。莹莹去嘛，买就买了。这样去商量的，不要乱花钱。不好用可以退。这个不有水，我这坏了吗？烂了没？买汽车，买来找摩托，就是有点搞，想那个退啊。已经打入手了，咋个做？找修饼退。那就找修饼退货。我们也可以退货嘛。退多少？买多少退多少了。退货可以，但要先等我们跟店家沟通，不是所有货都可以退的。我婆娘买车让发高，头发都绿了，天天跟我闹。我只买这个是巧克力，这是巧克力叔叔。花费的钱都没有了，买货做什么？好不容易买一双皮鞋，两边都是走的。给小娃买个饼干吃，都睡了。不要！我看见人在退，我也想退。东西是你们自己挑的，我们也只是负责帮大家买，钱又不是落我们口袋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这退。彭友明，生意不是你这么做的，你要什么东西都给退，多少钱都不够你赔的。这事儿你得听我的，快递到这儿运时就比城市长，都给我退货期了。我们全都是，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嘴。随便啊，你说我们从小看了长大的，我们这些大家了嘛，就是因为相信你，所以才来你这个店买东西的。今天买了个茶叶价格不好，你不是说错不错？说我们本帮子买不是退货不是？但您看我们这10几个村，好几万客户呢，大家之后都还买你们家东西，你看这次能？过了退货期了，你这些货都退不了。在风口真的能飞起来哦？能不能飞我不知道，但风口过后摔死的都是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在北京住在地下室。每天的饭钱不超过20块钱，我每天送快递，一单赚1块钱，别人每天送150单，我就送180单、200单。有些老头别人不愿意送，我送，
就为了赚那1块钱。10年了，我送过的快递可能有那个山那么高。现在说塌就塌了。醒醒吧，这货都退不了了，你别做梦了。彭明，我跟你说话没听见什么？我以为猪跟我说话呢。我也觉得我在跟猪说话呢。归零。睡了吗？睡了。我这样算不算失眠啊？你知道你这次赔了多少钱吗？193895块6毛。我是真想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给他们退货呀？在我们村子呢，有些东西比挣钱更重要。只要我们讲诚信，我们就能继续卖出去东西。他们只是第一次网购，慢慢就会好的。你在农村送快递，你能赚多少钱？你这次赔的钱，你10年都还不上。你这次彻底失败了。谁说我失败了？我只是暂时没有成功而已。暂时没成功不代表失败了呀，又不是没饭吃了。再说了，我们那么多纸箱子呢，能卖个几10块钱吧，饭钱就有了。吃饱了我就有力气，有力气我就能继续送快递，送了快递我又会继续有钱。我怎么也能活到80岁吧，还有好几个10年呢，怕啥？我自己钱不够，我明儿打几个电话，看能不能借点钱给你这窟窿填上。你不就我一个朋友吗？谁给你借钱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是，我就你这么一个朋友，不然这穷乡僻壤的在这儿待着干嘛？我不太会安慰人啊。但有一天北京下雨，你给我送的快递，我看你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我那快递还是干的。为一斤老马为你解药，一斤老马为你解药，一斤老马为你解药，一斤老马为你解药。彭秀斌，你个哈狗人呐！我想了一晚上，有寄有送才是快递。现在村子里边没那么多人买东西了，咱们可以想办法把村里边的东西卖出去啊。卖啥呢？什么都是一定就到家吗？啊。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在哪儿啊？广州，今年过年没回来。这是你妈妈送给你的礼物，杨桃。啊？你们会一直看下去吗？会。彭秀斌，踩我轮胎，信不信我把你快递站砸了？那你咋了嘛？都快倒闭了。你给我下不？砸过了吗？唉。我能来。你喝吗？我可以不喝，但是你不能不做。正好我这有10几个快递，如果你们那实在没活干的话，就把我这些送了吧。你不需要同情我哈。唉，嫌你轮胎是我不好，我还压下去就是了。随便你。李少全，你这快里边都是咖啡啊，你卖出去啊？我的咖啡不卖。你种了多少棵树啊？700多棵树，不到2亩地。产量多少？按照我的标准，一棵树出6到10斤果，处理后8斤果变1斤豆。就当一棵树出1斤豆，那么700多棵树就是700多斤豆。我帮你卖咖啡吧，帮你卖咖啡吧。开什么玩笑？离我的标准还差得远。再说了，这满山种的都是普洱，你上哪搞地去啊？地的事我们来解决，你负责种咖啡，我负责市场，这事儿肯定有钱赚。哎，不是你什么忙都帮，我那快递站怎么没见你那么操心？你是不是傻？李少全要真卖咖啡，每天100来单的货，谁来送快递？我。卖呀！你个木鱼脑袋，有钱为什么不赚？以后你们咖啡园的快递我打8折。别说了，我讲过了，我是因为喜欢才种咖啡，不可能卖。喜欢？你喜欢你种1棵嘛？你现在种了700棵，你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哦？你比我爹还会啃帽子。哎，这个话是你讲的吧？我讲，我可没有占你便宜哦。滚！哎呦，好厉害哦！我早晚让你卖，我说到做到。走，他告我们。
他是让你滚，又没让我滚，我还没喝完咖啡呢。一杯咖啡如胶似漆。你自己走回去。真不卖啊？绝对不卖。喝你还不够，你还往回家拿？这咖啡确实好喝呀。昨天还口口声声说是我朋友，今天立场这么不坚定，要喝你就回家喝，别在我家喝。你一会儿去镇上把这俩快递给发了。我开玩笑，你真要寄啊？你有个家在美国，你还有个家在意大利。彭斌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从明天开始你阴心点，你天天往那咖啡店里边跑，他怎么干你都别走，你就赖这个。我不去，我才不犯贱。你想不想干雪冰快递啊？想啊，我肯定要做下去。那咱们就想办法用李少群的咖啡养活咱们快递。敲门的敲，敲门的敲，西腰敲门的敲，西腰敲门的敲。哎，支付宝到账100。Hello。Hello。 Yes， I'm 李少群。I'm 李少群。OK。OK。杨涛，别说话。杨涛，别说话。 Yes， I'm 李少群。 I'm 李少群。Hello。Hello。什么信号啊？什么信号 ？Hello。Can you hear me? I'm 李少群。I'm 李少群。Mr. 李少群。李少群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是李少群啊？我用你的名义把咖啡送去参加世界生动大赛了。你凭什么替我参加比赛？你先别管这个，他们今天出成绩，先帮知道结果。有信号了。OK。Thank you。怎么样？今年送过去上千份样品，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咖啡。啊！我们的咖啡拿了银奖。虽然说你自己不认可自己的咖啡，但现在全世界都认可你的咖啡了。咖啡奥运会银奖！这个茶叶价格又下架了，难道我们村的茶叶比人家村的好哎？就因为茶叶好，才有这个价格。这小沙也要加了，不能卖，自己扛自己了。环境有好有坏，疫情呢，大家都是这种过来的。小时候我爸打我，我总会躲到这边来。他们都说人越长大，树越小，我咋觉得它还是这么大呢？哎，你们也上来啊！北京哪有这样的天空啊？好想回到小时候啊！16岁的时候，我跟我爹吵了一架，我就离开了家，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发誓再也不回来了。那你现在不是回来了？这10年我就明白一件事儿：城市不是我的家。回来了，发现这里也不是家了。
以前跟我爹还吵架，现在架也不吵了。吵架至少还算是种交流吧。小时候我爹逼着我做茶，好喝不好喝全在他一张嘴。我要是做茶，一辈子被他看不上。选择咖啡，算是对他的一种对抗吧。没想到，咖啡竟然选择了这里。兜兜转转，这就是命吧。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运，这个改变不了。但是没说我们不可以改变这里嘛。你老说一辈子一辈子，一辈子那么长，你有什么做不了的？我们两个都一样，都想去看看山那边是什么东西，却忘了山这边是什么。好，我决定今天晚上要睡在这里。你呢？他不睡觉，睡不着啊。从我开始创业，我就没再睡过一个好觉，每天都在琢磨着未来趋势和下一个风口，生怕自己错过什么。但人越想抓住机会，就越什么都抓不住，找不到问题就开始怪罪运气。后来才发现，就是我这人不行。之前在北京一宿一宿睡不着觉，一开始的时候吃1片安定，后来吃4片都不好使。上网查，网友人建议我一次吃10片。从要不起笑起，我就再没敢往窗户边站过。一站觉得地心引力特别强，想一下跳下去。你俩怎么了？你睡着了？我睡着了。我真睡着了。我在北京最高的写字楼里边上过2年班，但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远。顾问，我们现在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当顾问了。你有咖啡梦，你有快递梦，我有电商梦。咱们3个一起干吧。好。我在北京有个客户跟我说过，他说千万不要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。你什么客户啊？这么土？3个教英文的，怪不得。农产品小商品化3大要素：产地、物流、终端。这也刚好是咱们3个人的专业范畴。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占了其2，唯独只差1点地利。因为如果单纯按照你700多个咖啡树的产量，这事儿完全不值得咱们3合伙，太少了。先申请扶贫贷款，扩大生产，以咖啡园为中心，向整个周边覆盖。这事儿会不会有点难啊？这事儿我算过，
黄鹿村有将近1000人，人均耕地咱们按照最少的1.35亩算。以你的诚信，加上普洱咖啡现在的成功，我们只要能说服村子里1半以上的人种咖啡，这事就成了。这里是有1000人，但要不搞定1个人，你1户都争取不到。谁啊？你爹这么厉害啊？村里人都听他的，尤其是老人。那你是他儿子呀？就是因为我是他儿子。我去。你不怕死？你爹打人？打得可凶。上次我醒来的时候在医院，过程不记得了。哎，你爹今年肯定年纪也不小了，身体还硬朗吗？有什么慢性疾病吗？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村长的价格离不开大家的支持，我在这家多谢大家的配合。广播站是不是在你家？喂，乡亲们，我是彭秀斌。喂，我想和大家说点心里话。这长得我的小船这我们村原来有1600多人，有1半人都在外面打工。村子里现在没有1个家庭是完整的。我和很多后生一样，背井离乡到大城市里去打拼，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离开了就不需要回来了。但那里的马路太干净了，不会留下我的脚印。但我回家的第1天，就在这个地上踩出了一个脚印，这个脚印就是我。哪样叫家？这才叫家。在外面，我们靠的是比别人拼命，在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做到啊，乡亲们！我晓得大家对茶叶有感情，我也有，但茶叶不足以养活我们整个村。李少群的咖啡拿了世界银奖，大家能和他一起种出最好的咖啡，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。如果这件事成了，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金饭碗，哪个都不用去讨生活，不用再住地下，不用再为了几块钱挨骂，不用再在家里打来电话时假装自己过得很好，说你们不用担心。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回来了，再也不用跑到看不见自己脚印的地方，1年见不到爹娘和娃娃。爸爸妈妈可以回来，儿子女儿可以回来，老婆老公也可以回来，回到这个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他改变的不是我一个人，他改变的是我们黄鹿村每一个人。我彭秀斌绝对不会食言。小狗日嘞！快走！我的妈！一同有老子那寡妇。哎，信我的人，明天到咖啡馆你说明啊！你是想断了祖宗的根？你放心，我这次不会打人，不会发火。你们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。但是你们想过没有？你们年轻啊，失败得起噻。大子嘞，他们嘞？下去们失败不起哟。你们失败了，可以再回承受打工课。我他们呢，就牙都没得了。我是为他们负责噻。李叔，你支持李少群的爹，你又不是大家的爹，你要让大家自己选吗？我没有辞退你们哈，我只是最近比较困难，没有钱发给你们。我们不是来要工资的，我们是来领苗的。我建的地也可以给你种咖啡，但是没有钱给你们，一定要等到咖啡种出来才有啊。没得关系，我们不相信咖啡，我们相信你。我这一家都相信你。没事，你们先，你们咋个种咖啡的哇？我来教你们。我们先去打烤都沾一下，赶紧。
好茶，好茶。你就在我身旁，穿着时尚的花衣裳，一脸茫然漫无目的，好像寻找对方。我感到很紧张，你也说你很忙，我们就像两个孤儿学着互相在欣赏。你俩这手里拿的不像咖啡，像盒骨灰。你行你来，抬杠是吧？一天一天无聊东西，重复单调的度过，这不是你生活，也不是我工作，我只想重新找回属于我们的。你参加我们淘宝店，上半月挣多少钱？你到底经历过什么呀？为了生活，什么都经历过。微风拂来，花香般的轻松。我看到你的微笑如彩霞跳动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醒来，这城市的生活。醒来，小猫儿在路过。醒来，不能再这么过。醒来，我不愿这么过。你干嘛呢？上来！你拉一下，上来！你拽我一下，上来呀！下来吧！哎！支付宝到账哎，我手机。支付宝到账100万。支付宝到账100万。支付宝到账100万。支付宝到账。喂，是，好，后山这儿就我们一处房子。好，再见。谁呀？星雀。星雀是什么呀？全世界最大的咖啡经销商。他要买我们豆子吗？啊，买多少？他没说，他就问我们有多少，说来看看。你咋真那样？我在听叔说话。跟叔说话？咖啡叔成精了？我在感谢咖啡叔，真能听见叔说话呀！闭上眼睛，用心的听。我听到了，人个多咖啡叔，你怕是要沟通到明天早上哦。我北京认识一特别好的心理医生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哎，你试试。咖啡，我是普洱，你听到请回答。收到了。普洱，我是咖啡，你在整哪呀？我在美国叫李少群在听我说话。
我冲咖啡就是想跟我爹不一样，没想到跟他种茶的时候我不懂他，种了咖啡我反倒有点懂他了。其实这一刻我想过很多次，我总觉得我只要打败我爹了，我就不会在意他的想法。但真的事儿成了，反倒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想法，哪怕他骂我一句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操！可能是酒喝多的了，突然特别想喝茶。其实，你这个愿望我可以帮你。来，等一下爸爸帮你泡茶。滚！跳吧，只有跳下去才知道会不会飞起来。跳吧，勇敢一点，跳吧。这马的眼神好迷茫，他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之前说过他快要死了。我有这么说过吗？你都很久没来这儿了。在我的病人当中啊，像你这情况，要么走了，要么呢好了。我之前按照你的建议，去了趟云南。本来以为就是去旅游散散心，但没想到在那儿把失眠给治好了，就一直待下去了。后来还跟2个朋友合伙种咖啡，之后出了点意外。我上个月人刚回来。外面来的车这么没规矩。是不是你说的那大客户？
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，魏金北。他告诉我么意思？他刚说他觉得必须寻找。我们有半日晒、半水洗和蜜处理，你想喝哪一种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试一下，毕竟你要了解我们的咖啡。你们种植的是小粒咖啡，是波旁变种和铁皮卡变种的混合群体。整个园区占地不到140亩，5万棵咖啡树，去年量产14吨。你不是来买咖啡的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星雀亚太区的行销管理部的总经理。我今天当然是来买咖啡的，但是买的不是你们现在的咖啡，而是你们未来的咖啡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想收购我们？没错，经过我们调研，你们去年的销售额在120万，去掉成本和税金，你们有3个股东，最后的净利润总额应该在28万左右。所以按照10年的净利润的收购价，我给你们300万的合同。300万，1人100万，我不愧是大公司啊，背调做的不错，很准确，但可惜数据有点过时了。我们去年确实只生产了14吨，但我们今年保守估计生产20吨。明年会是30吨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可以做到年产100吨以上。No， 年产20吨将会是你们的天花板，不可能比这个更高。我可以出400万。拿主意，听你的。我们3个人，每人200万，总价600万，这是我的底价。你们不值这个价格，你们可以再好好想想。我还有20分钟的时间。不用，以你的职务做不了这个决定。我提醒你一下啊，你没有20分钟，我们也都挺忙的。失陪一下。600万是不是太高了？我算过了，600万是极限的价格。Hello Peter, they want 6. 我们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600万，现在签约。如果我能做主，我一定会拒绝你们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只是好奇，如果你觉得我们不值这个价钱，那为什么要出这么高的价格？很简单呀，因为我们不希望未来在云南，在中国的版图里有一个不属于我们星雀的咖啡基地。接下来会给你们发放我们的咖啡种子，你们将会按照我们的标准来执行种植。不是种我们现在的咖啡。我们收购了你们，当然要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啊。合同没问题。所以你并不认同我们的咖啡？哎，他认同你的咖啡，所以才给你600万。不对，他只是花600万让普洱咖啡消失。这合同我不签。他是这个意思吗？这样你们再商量一下。邵群，我把价钱抬到600万，你他妈现在不打算卖了？我本来就不打算卖，你知道的。做生意就是为了卖出去，价钱如果不满意，我可以再去谈，你别耍性子。再说咱们心里都清楚，我们现在咖啡年产量最多也就20吨，600万是最高的价钱。你把这钱拿了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啊。种咖啡就是我想做的事情，我已经在做了。打断你们一下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支持公司花600万来收购你们这个项目吗？其实跟价钱无关，而是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。你们知道我到了这儿什么感觉吗？没有未来，这里完全没有未来。全世界最好的咖啡豆瑰夏，在埃塞俄比亚已经种植了近100年，在这近100年的过程中，我们已经成长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咖啡经销商，但是那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所以我当然可以有理由认为你们对我们其实构不成任何的威胁。我只是觉得很可惜，因为你们的这个失败是一个必然的。但是当然了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，有人替你们的失败买单。所以今天的这个合约你们不签，我们依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咖啡经销商。但如果你们签了，你们就会成为全中国最成功的农民。这个世界是有分工的，我们在各自的这个分工里都取得成功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你们是农民就负责种好地，我们是商人我们就负责卖好东西，什么样的人就做好什么样的事情吗？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成功，
如果你的收购只是让世界只有一种咖啡，对不起，你可以走了。好，今天的情况我会如实向公司汇报。咖啡还可以，但人就不行。Sorry， 别拿了，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小泉，我可以只拿100万，你拿300万，你让我成功一次行不行？我不要钱，我只要种我的咖啡。好，彭秀兵，你把合同签了。我们是3个人，2比1，可以不用考虑你的意见。你把合同签了。我也不想签。我答应过大家要改变这里。如果我们现在把咖啡卖了，那我们跟之前把茶叶卖给代理商有什么区别？而且我不觉得我家乡没有希望。这儿就是没有希望。你把合同签了，星雀会给这儿希望。那如果没有呢？我怎么跟村民交代？我要把村子的希望交在一个外人手上吗？外人？你是在说我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这件事如果成了，你可以拿钱走，但我们不行。我以为我在这儿待了3年，我把皮肤晒黑了，我就是你们的自己人了。现在还不是是吗？魏继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彭秀兵，你听好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，你到底为什么觉得你能改变这片土地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客户说的，哪一句是你自己的？你回村之后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哪一个不是我告诉你的？你有经验吗？你受过专业训练吗？你真的以为你脑子里面这奇奇怪怪想法都是知识吗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自己知道吗？还有你，李少泉，你签了星雀的合同，黄鹿村的村民从此会获得非常稳定的收入，他们还没拿到1分钱就在帮我们，你想过他们吗？你这根本就不叫为了理想，你丫就是自私。你跟我之前一样，我不想你变得跟我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一个害怕面对失败，一个害怕面对自己的人，最后就是个废物。他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外人。你来这里不就是因为在北京混不下去了，来度个假，来睡个觉？留下来是因为有利可图。你会像我们一样一直守在这里，像守护自己的家一样吗？你会吗？我之前觉得我会，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。真他妈没劲，散伙了。魏继明，我确实不如你，但你知道吗？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李少泉也知道。我原来以为你也知道。彭秀兵，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，就是那天我看完心理医生出来。我实话告诉你，那天我已经站到楼顶的天台上了，就是因为你给我送的快递，我没有跳下去。所以你不欠我的，我也不欠你的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再见。回来1个月了，每当闭上眼睛，只能想起云南的咖啡树、虫子、牛、晚上的星星，每一棵树，我都知道它种在什么地方。小到村子里边的每一个人，我都认识。如果能一直待在那个地方，我甚至都觉得，这辈子哪怕只有2个朋友，我都值了。
我想喝杯咖啡。我之前都没想过，我能在那个连快递都送不进来的小村子里边，等着咖啡树开花结果，等了整整3年。我今年快30岁了。这次回北京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之前30年来我到底都做了什么？这个投影仪是目前国内第一款支持4K 播放的机器，它通过蓝牙连接小巧方便，让您可以在任何。你是这星期我见的第5个跟我推这个项目的人了。这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咖啡，产地是中国云南。你是不是不常喝咖啡啊？中国咖啡也是咖啡吗？怎么样？还是觉得苦。不晓得咋个会有人喜欢这个味道。您要不尝一下，这咖啡真不错。下次。苦也是一种味道。这次回了北京，我第一次觉得，原来北京这么大，大到我不看导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大到我看见眼熟的人，我也完全想不起来他叫什么。云南那个村子虽然小，但在那儿我从来不会迷失方向。你在那儿不是在做梦，你在那儿才是真的清醒。你们说的咖啡事情，我不懂。最近啊，我看了一本西方名著，里面一位智者说的话，也许对你有作用。他说啊，我们经常在正确的事情和容易的事情之间做选择。我们的选择到底对不对？不要想做到一件事，就先相信这件事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对了，你刚说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回头想看看。
哈利波特，邓布利多老哥们说的。我一直没把你当外人。我知道，是我把自己当外人。我曾经认为黄龙村只是一个远离城市的疗养院，我总有一天会回去的。我以前在北京，我白天做梦，晚上发呆。但我来了黄龙村之后，我白天做事，晚上做梦。能睡着的人才会做梦。我这次回北京，我想明白了，普洱咖啡一定要做成自己的品牌。我们的咖啡如果进了厂子，换了一层皮，就是进口咖啡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产自中国。我们凭什么不能自己做？但这次不能只靠咱们仨，这次要靠整个黄鹿村。有了秀彬快递，我们的咖啡产地直营一点到家。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的分工，我们干脆直接改变这个世界。好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，就算失败了也不骂。失败的只是事，不是我们人。又是哪个客户说的？这个其实是你告诉我的。那你这次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我之前觉得是你们需要我，但我现在觉得我更需要你们。那可不，还需要咖啡，还需要快递，1点就到家。今天给大家推的产品非常的特别。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提到普洱，大家应该肯定先想到的是茶，但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产品非常的不一般，它叫做普洱咖啡。这一款咖啡是彻底的国产咖啡，在面世以来，各大奖项拿到手软，成为了各大米其林餐厅的首选咖啡豆。所以你们今天买的不只是咖啡豆，我觉得更是一种国人的骄傲和什么？和高品质的生活向往。那你们3个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我们花了3年时间才将这个产品推向市场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咖啡回归咖啡，而不是像某些咖啡大厂一样把它标准化。在我看来，他们卖的根本不是咖啡，而是咖啡店的装修。我做过，我之前做过很多生意。实话讲，我们花了3年时间才销售，绝对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做出最好的咖啡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尝过咖啡真实的味道。咖啡真实的味道。我感觉你都已经让李佳琦种草了，我很想要知道一下咖啡真实的味道是什么。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？有，喝到了。我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的感觉。Oh my god！ 买它！美们，10万件手速一定要快，不用备注，不用领学会券，准备好了吗？普洱咖啡，你们没有不要紧张，没事啊。3、2、1，上链接！上链接！刷一个 G 和弦，唱一首摇滚乐，唱出关于我平凡梦想的。还有8万袋，6万，3万份，赶紧抢！还有2万，8万千，赶快抢！所有女生。没有了，卖完
咖啡啊？我看一下。别得了，不是你爹吗？这要我爱你去送？不用，我自己去送。快递只放在门口，那咋个算1点就到家嘞？查查嘛。太难喝了！你笑啥子嘛？以前你给我喝茶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讲的，但心里我不是这么想的。你也喝嘛？我想喝茶。喝噻。还是可以的噻。那创业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遗憾呢？我小时候还是很喜欢杠杆的，杠杆的时候我，现在想不到说杠杆人都不约了。我来杠杆的时候，我认识我老公的时候，我就是在这里认识。但是他去年死了，我也年老了，没有人感激我了。没有人想改了。奶奶，我们走了。你们谁在招标了？没有遗憾，机器一直都在，还换了一个更大的地方。刚跟你说过了。但最让我自豪的只会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通过真诚和努力，改变了一个地方和一群人。以后是他们年轻人的天下喽！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定居黄鹿村，把东西送出去，把人带回来。我是马岩，以前在广东做泥瓦匠。我是李大成，以前在北京修空调。我是王新文，以前在广东做清洁工。我是魏尚，曾经在昆明摆摊。我是艾迪生，在深圳做头发。我叫彭瑞，之前在上海开滴滴。我叫向伟，之前在武汉做中介。我叫李阳，之前在杭州卖奶茶。我叫王对来，以前在南京做保安。我叫张岩，之前在西安当导游。我叫赵阳，之前在大连做过海员。我叫孙楠，之前在成都卖过电影票。我叫刘远，之前在饭店做演员，之前在佛山做家具，之前在上山卖小豆腐，以前在天津创过业，我什么都会做。我是张继，以前在深圳做过牢，回来改操了。
欢迎新加入我们的同事啊！外面的路走得慢，家乡的路任你闯。哪样是快递？快递不仅仅是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，还要把我们的东西带出去。来，喊一遍口号：一天天到家，便利我好。还练了恁个久还是不起。算了，出发。